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问你们几个问题啊，来澳洲这么长时间，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澳洲的种族歧视呢？你们有没有在路上被人莫名其妙的竖过中指呢？有没有被醉鬼或者是呼啸而过的汽车喊着滚回中国呢？在职场上有没有遭遇职场天花板呢？在生活中有没有被自己人，也就是同胞坑过或者是歧视过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应对的呢？其实做这期话题啊，是因为我们的酋长 Danny 他分享了一期自己疑似被歧视的一些经历，然后呢，一下子激起了我分享的欲望，让我回忆起了之前的一些不好的经历。其实我来澳洲呢，也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这期间呢，就不断的有国内的朋友问我说，你在澳洲有没有遭受到过歧视？特别是今年新冠疫情的期间，很多地方种族的矛盾呢又进一步的激化了，所以国内的很多朋友呢，对我在这边的生活也是表示很关心或者是担忧。歧视这个问题，我觉得总的来说呢，越是底层的人越容易在明面上歧视你，而越是高层的人越容易在背地里歧视你。那有些人听到这话就觉得特别的悲伤了，那合着就是没有人不歧视我呗？歧视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在澳洲生活的这10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会觉得其实大部分时间在生活中，澳洲的这些人民啊还是很 nice 的。然后并且呢，如果你在路上遭受到歧视，大概率是周围的人都会过来帮你。所以我在生活当中并没有感受到很严重的歧视。但你说没有，其实也不是。我在这里呢，可以跟你们分享2次我自己遭受的可能是歧视的小故事。第一次呢，就是我当时还是留学生，然后我跟几个朋友呢，晚上出门。那晚上出门呢，必然是会有很多醉鬼的，所以我们当时走在路上呢，就有一辆车从后面开过来，呼啸而过，嘴里面就骂着很多不堪的词语。还有一次呢，是我跟一个朋友去一个超级市场，然后那个因为是一个集市嘛，所以人来人往的非常的拥挤。然后我一边就是旁边看着东西，一边呢前面就迎面而来一个胖妇人，然后我就蹭了他一下。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说了一句 sorry。如果是一般人呢，正常反应就会说一句 you're alright， 或者是也说一句 sorry， 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这个胖妇人呢，真的就是不依不饶，然后一直就是提高音量在那叨不叨，他说啊他怎么样过来撞着我了什么的，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这个样子就上纲上线了，就有点是因为我是一个亚洲面孔就开始欺负我了，所以我就很坚定的走到他的面前，我就很大声的跟他说了一句 I said sorry，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然后旁边的一个男的就赶紧是把他拉走了。这时候我的朋友也过来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刚刚提到的这2种情况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多见，因为绝大部分人呢，他是拒绝承认自己是种族歧视者的。所以呢，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比较明显的歧视的人群呢，我大概可以把他们分为4类。第一类呢，就是 loser 型。我刚刚提到的2个例子呢，就是这一类人群。这一类人呢，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穷、学历低、见识浅、生活阅历极其的匮乏。所以呢，他对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规划，很有可能是居无定所的一些人。他们会去相信，我现在生活过不好，我失业了，就是因为你们华人来了，抢占了我们的工作，所以让我们的生活不好。其实他们这些人呢，政府是出台了很多政策和福利帮助他们的，但是这部分人呢，真的是烂泥巴扶不上墙，给他们1分钱，他们都能用2分钱去买烟、买酒、吸毒。而一个自己的生活过得极其糟糕的人，是很难对周围的人散发善意的。那第2种类型呢，就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们这些人呢，就是眼里只容得下自己，就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就可以把种族歧视当成人生目标一样，比信教还要虔诚。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就会有很多人去到华人家里砸玻璃呀，在别人的车库上写一些侮辱性的文字啊，泼墨呀、泼颜料啊，这种恶性的事件。甚至有新闻报道是说有一个还不是华裔，他只是亚裔，全家人就去逛一个超市，就遭到了很严重的袭击，全家人都受了重伤。那这部分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呢，真的无药可救，建议直接去火化。那第3种呢，就是那种人模狗样、一派正人君子的样子，其实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在职场上呢，我会认为种族歧视还是挺明显的，这个职场天花板真的是挺明显的。在任何一个白人主导的中型、大型的公司，你就会发现，在底层干活的永远都是华裔、印度裔，而小组长啊，当一个小中层啊，就很有可能是第2代移民，然后大概率是希腊裔的这种白人移民，然后到这个中层、高层呢，就全都是白人了，容不得一个其他肤色的人种。我之前就职的公司呢，有一个算是澳洲地区的高层，他是一个黑人，那他在每一次开大型会议上就会非常搞笑的，一定要强调我从小是在这边长大的，我的父母是英国移民，并且我是一个只说英文的这么一个人，你就可想而知，他其实在高层受到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哪怕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可笑的跳梁小丑，他也一定要不断的去重复这件事情。那这类的所谓披着羊皮的狼啊，那这种人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家世背景，骨子里呢有一种种族的优越感。但是呢，因为想要表现出自己良好的教养，所以在明面上他一定不会表现出来。但是你从他的各种决策呀、对人的态度当中，你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歧视。这就是我们很多中国人说的，有一些白人真的不太好，表面上笑嘻嘻，心里妈妈逼，那说的就是他们。第4种呢，就是最悲哀的，我们被自己人歧视。这不仅是来澳洲，只要是到海外，任何一个第1代移民都是辛苦的、不容易的。我们在来的前期都是要备受歧视、备受语言不好之苦的。所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遇到新来的这个学弟学妹啊、新来的移民啊，我们都会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帮助他，我们走的弯路不要让他再走，我们犯过的错误争取不要让他再犯。但是他就是有一些人自己受到了挫折，自己心里有阴影，当他从鄙视链的底层慢慢的爬上来的时候，他不会去说我去帮助曾经的那个自己，而是说我看到了曾经那个自己，我要把我以前受到的屈辱，然后加倍的转换给另外一个人。所以你就会看到，在我们华人圈真的就有那么一些人对自己的同胞坑蒙拐骗，把一些贵的产品啊、服务啊去卖给他们。包括有一些人，他明知道对方语言不好，他自己也会说中文，他就是故意把英文说得很快，然后让对方听不懂，让对方出丑，为的就是来展现自己的优越感。这种人的病呢也是治不好的，所以呢虽然是同胞，但是你不幸遇到了这种傻逼呢，也是躲得远远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在澳洲也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也好，歧视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呢，保护好自己。当有人明白了对你去进行攻击、进行歧视的时候，一定要立即马上狠狠地怼回去。如果是女生呢，也不要怕，有个词叫什么来着？温柔而坚定。只要你气场足够的强大，只要你足够的坚定去怼回去，因为理是在你这边的。相信我，所有周围的人都会来帮你的，并且你越强大，他才会越怂。我经历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当我非常坚定的怼回去的时候，那个人立马就怂了。因为坏人他没有多大的能量的，他在生活中一直都是一个 loser， 他遇到一个强者的话，他会非常自然的向后缩。他为什么会来欺负我们华人？就是因为我们华人语言不好也好，是因为是新来的也好，会给别人一种好欺负的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家齐心协力去塑造华人这种越来越不好欺负的这种形象，让其他人都知道，即使你是一个华人，他们也不敢来欺负你。那暗地里的歧视呢，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没有办法左右另一个人的思想，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你爬得越高，才能离那些屁民越远。同时呢，也真心希望我们的祖国能更加的强大起来。我真的是出了国之后，才深深的感觉到，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比海外华人更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出了国才感受到，我们背后的祖国强大，对于我们这群海外华人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最后呢，也希望视频前的你们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好，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啦。我是 Jasmine， 喜欢我的频道呢，别忘了点击订阅小铃铛，也欢迎你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